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咱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宏观市场行情，我也准备了很多相关的专业数据。今天的这期节目精华内容多得很呢，对你们在加密货币的操作以及接下来的行情判断是有着非常实用的功能的。好。咱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没有及时的避免一些风险，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一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啊，帮你回点血。那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来讲正题，比特币已经持续的疲软了有半年多了吧？目前来看呢，它的走势是越来越疲软，根本看不到力挽狂澜的希望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目前的行情，大家都基本上已经摸明白了啊。笨一点的可能还想着梭哈呢，聪明的人呢，就已经开始像面具人这段时间一直教大家做的，抓跌破位，赚上几个点就跑。大家都在做短线，搬砖套利撸羊毛。那这样的话呢，市场就很难上涨，因为没人愿意锁仓，没人愿意做长线，对吧？大家都是见一点小利了，害怕的，或者说是马上就要跌了，赶紧抛，对吧？不只是你，不只是散户，不只是大家啊，包括机构在内啊，现在很多机构也是这样投机操作啊，用一点点小拉盘，把韭菜引进来了以后，涨一点点就抛啊，割韭菜嘛。韭菜们也明白啊，现在只能这样玩，所以呢，市场它现在的走势也反映出来了消费者的心理、投资者的心理。那就是震荡疲软，越来越软。那市场震荡疲软的话，投资者的信心就会更加的越来越不行，那它就更加涨不上去了嘛。除非有巨大的外力能把它拉起来，比如说超级大利好呀，像美国的几万亿大印钱呀，量化宽松呀。可是现在各国的政策都是在加息，看起来呢，外力也是要打压投资环境的。不过呢，有一点奇怪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的币群呀，可能有些观众已经深有体会了，什么 WEB3 呀、道的社区之类的币安群里面你们去看看，你们只要在那些群里面聊一聊、翻一翻，就会发现麻醉式的希望主义者的人有很多。这帮韭菜们，他们始终都相信这半年的下跌只是暂时的。市场的价格将会很快的反弹，而且呢，这种人是占多数。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同意的请留言打1，不同意的请留言打2。其实面具人，我这里有一个很直观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我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啊，那就是全网爆仓数据，我们就能看出来，全网爆仓数据现在的多头比空头是1.8比1.09那么也就是说，看多的人是看空的人的接近2倍，然后呢，看多的人他们都被爆仓了，那这也就表示着整体的市场确实是涨不上去做多的人都被爆死了，市场还是在下跌的嘛。但是韭菜们的看涨激情还是占大多数，1.8比1.09。虽然说韭菜们心里面都看涨，行动上也在买多，但现实并不是以人心为转移的，至少呢，不是以韭菜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每次在这讲节目的时候，他就在这抠下巴、抠耳朵，装作认真听讲呢，是不是？散户韭菜们怎么可能
能控制市场呢？市场的涨跌说白了就是世界政府说的算，就是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人说的算啊。各位，你们也别说西方民主不民主了，我告诉你啊，只要牵扯到了贵族的利益啊，就不管你什么民主不民主的了。来，你们看一看美国、英国、欧洲，哎，这些老牌民主国家，一到了什么加息呀，一到了什么印钱的这些问题，韭菜们有决定权吗？没有啊，反倒是那些什么政府的官员呀、贵族们呀，一说啊，现在这个流动性太强了啊，我们有钱人的这个钱的价值在缩水，所以呢要加息。韭菜们只有接受的份儿，听懂了没？哈，所谓的民主啊，只是有限度的，比中国这种纯集权、纯独裁要好一些哈。但是呢，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啊，你手里面的钱、你手里面的资源越多，才能越决定你的生活水平，明白了吧？啊，不要相信什么那些假大空的。就跟项目方给你的许诺一样啊，政府给人民的许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割韭菜。你要信了，你就是韭菜啊。100个人里面99%的人说的话你都不能信啊，可能有个1%、0点几的这些人啊，那真的是啊，你要把他信了，那你就牛逼了，你就跟着他一块发达了啊。但是这种概率很小啊，不一定能让你遇到。面具人，我说的这些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啊？反正这是我这一路来啊成功经验的一些小点点的总结吧。好，来继续回归主题啊。我告诉你们啊，还有一个数据啊，直接反映了现在的市场有多么的颓势。比特币跌去了60%的价值，以太坊跌去了接近70%的价值。以太坊惨呀！以太坊已经创下了2年以来最长也是最大的跌幅啊！其实，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市值也已经从2.8万亿美元下跌到了1.19万亿美元，跌了一大半了啊！其实，大环境现在还是在紧逼这个市场。美联储还有英国、欧洲、澳洲，全球的央行都在加息，并且呢还要开始量化紧缩政策，比如去杠杆呀、缩表呀，对不对？发行国债呀，紧缩民间资金呀，对不对？这些都会冲击加密货币市场，并且呢，各个国家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有着抬头的趋势。说白了啊。政府的这些贵族们还是希望韭菜回归实业，回归劳工制造业，然后买他们的房子啊，搬砖、铺水泥、干这些东西，修路、种地啊，总比你在家里面躺着敲敲键盘就能把钱赚了要好得多。人都这样把钱赚了，那政府还怎么控制奴隶啊？对不对？其实不仅我们能够通过加密货币的市值来去看整体市场的疲软程度，同时呢，我们通过交易所的一些举措也能看出来问题。加密行业最近呀，也都在大量裁员。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之一 Coinbase 已经大幅的取消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招聘，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小型交易所啊，比如Robinhood， 那也算是顶级交易所之一了，还有 GEM， 还有巴西的独角兽 2TM。还有那个墨西哥的 BTSO 都在裁员，至少都裁员了10%，那这个比例可不低了啊！哎，一说到交易所怎么了，那就不得不提到狗币安了。各位观众，你们知道币安最近都在做什么不？啊，币安近期大量的封了很多韭菜们的账号，不让里面的钱提现，说白了就是抢韭菜的钱回血嘛。面具人，我的群里面，包括我的会员群里面啊，有很多人反映币安把他的号封了，还不让他提现啊，怎么解释都不行，反正这个钱就是取不出来了。少了有几千 U 的人，多了有1-2万、3-5万 U 的人啊。
理由都是你这个是风险资金，你的账户有安全隐患，怎么了，反正就是不能让你把钱提出来。啊，有安全隐患，妈的，面具人我就不懂了，这个人他自己的钱提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有什么安全隐患啊？你要说这个人不是他自己，那你可以核实一下他的身份呀。核实完了，你为啥还不把钱给人家？还说哦，我是为了你好，所以呢，我不能把你的钱还给你。各位，你说这个逻辑说得通吗？这是加密货币行业从业人员、从业的这些老板们、交易所们，最近也都在做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啊。其实还有一个指标也反映出了市场的低迷，那就是 USDT。大家都熟的不能再熟了吧？谁买加密货币不用 USDT 呀，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啊？那就是 USDT 流动性强的时候，大家都需要 USDT 去买币的时候，它的折价率就低。一般来说呢，就是1%到2%之间。可是呢，现在大家都是把自己的币割肉了，换成了 USDT 了，然后呢，还有很多人都退圈，不用 USDT 了，直接把 USDT 卖了，有很多人都在卖，所以呢，这就导致了 USDT 的留存率在降低，价值锁定在降低，所以呢 ，USDT 目前的折价率已经高达了4%了，哼。之前才是1%到2%，现在呢，折价率已经达到了4%了，翻了接近2到3倍啊！现在也就是说，你的 USDT 拿到手里面也不划算了，听懂了没？而且呢，随着市场，你干啥？想咬？呜呜，摸一摸。他要我摸他。而且呢，随着市场如果继续疲软下去，啊，那这稳定币还能不能稳定得住啊？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有点担忧。所以呢，我最近也在一点点的把我过剩的 USDT 先变一点现出来，然后呢，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的项目。说实话，真的是这样。我也不能说无脑的鼓励你们给你们推什么项目让你们去买，对吧？你买了亏钱了你难受，你赚钱了你也不给我分，咱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所以呢，我也不想造那个孽，明白了吧？我也不想跟你们发生这种吃人血馒头的利益关系我跟那些给交易所打工的、给项目方打工的那种走狗博主不一样啊。面具人，我能赚钱的生意太多了，我没必要说赚点那广告费给别人当条狗吃个狗粮之类的就给币安当走狗。你看币圈的哪个博主不舔币安不舔币安的屁眼儿？敢骂币安的博主有几个啊？好，继续说正题其实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给人的感觉是好像越来越悲观了市场距离复兴真的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呢，世事无绝对咱们也不能绝对的悲观因为市场它就是这样，一开始鱼龙混杂，骗子居多，而慢慢的随着大浪淘金，那种喜欢暴涨暴跌的傻逼韭菜们被割绝户了以后，该破产的破产，该跳楼的跳楼，等这些傻逼们都死绝户了以后，该破产的破产，该跳楼的跳楼，该破产的破产，该跳楼的跳楼，等这些傻逼韭菜们都死绝了以后，最后市场还是要回归科学理性的。可是照目前币圈的这种99%的项目方都是奔着吹牛逼、诈骗、撸一波钱、割点韭菜、赚大钱、实现人生财富梦想的，他们根本不想做生意的这种项目方，多得很。照这种速度割下去很快会把傻逼们割完的然后呢，这些项目方他们想继续赚钱的话，就得换着法玩了
可能接下来会慢慢的有一些稳健项目出来，但不是现在啊。现在的币圈还是处于大家都比谁跑得快、高风险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面具人，我建议接下来的投资还是以投机为主啊。最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项目可投的，所以呢，你们就撸羊毛吧。看到一个跌破点，抓进去赚一点就跑就行了。同时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投一些稳妥赚。嘘，等会儿陪你玩啊！我的鹦鹉都开始跳舞了。同时，面具人，我建议大家可以投一些稳妥赚钱的项目，没风险可以稳定赚钱的项目。虽然说这些项目收益低一些，但是你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不会像天天炒币那样心慌难受、睡不着觉、怕亏钱，而且稳妥赚钱嘛，对不对？风险低，收益也低，但是你可以把本金加大一些，你的收益不就高了吗？那你如果说想要赚更多的钱，你可以拿在稳健项目中的投资，把这个钱抽出来，去参加风险投资，赚了你更好，赚了你发大财，亏了呢，你也不受伤嘛，毕竟是拿利润在里面跑，对不对？那各位，如果你想得到一些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稳赚的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在那些币群里面啊，跟着那些什么项目方呀、交易所的托呀，继续的去搞来搞去。